嘿，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蛮酷的东西哦，一个非官方的方法，可以让你把家里的老旧电脑直接变成一台 Google TV 系统。不过你看标题就知道了，这需要你很谨慎的操作，所以我们会从最重要的警告开始说起。你家里是不是也有一台那种，规格不太行，放着生灰尘的旧电脑或笔电，丢掉觉得好可惜，那拿来用又真的跑不太动？那如果我跟你说有个方法可以把它变成一台专用的公共 TV 电视盒，听起来是不是超赞的，对吧？不过呢，这个方法的来源，说实话有点神秘，所以我们必须一步一步非常小心地来检视它。OK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大概的流程。你看哦，我们会先把最重要的风险讲清楚，这点真的很重要。然后呢，才会一步一步教你怎么准备档案、做开机碟，最后完成安装。然后我们再来一起想想，这样做到底值不值得？好，那在我们动手之前，真的我们得先来聊聊最重要的部分。在你下载或安装任何东西以前，你必须先了解这个非官方的方案，它背后到底有哪些风险。我们要注意几个疑点。首先，你看它的来源是一个很神秘的 Telegram 群组，这代表什么？就是你根本不知道背后是谁在搞这个东西。再来，它的官网又超级阳春，没什么资讯，感觉不太透明。但最关键的是，它不是开源的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看不到它的程式码，根本无法确定里面是不是藏了什么恶意程式，像是记录你键盘输入的东西啦，或是把你电脑变成僵尸网路之类的。虽然档案有通过基本的防毒扫描，但这绝对不代表它100%安全。所以啦，最重要的建议来了，真的听进去。如果你真的手很痒，想试试看，拜托，务必用一台你根本不在乎的备用电脑。那台电脑里面最好不要有任何你个人的重要资料，就把它当成一个纯粹的实验品，这样最安全。好，如果你听到这里，了解了风险，还是决定要冲一波，那我们就开始动手啦。第一步就是下载跟准备需要的档案。第一步很简单，就是去画面这个连结下载档案，下来会是个压缩档，你把它解压缩，就会看到一个 .exo 结尾的档案，你就把它想成是一个系统的安装光碟啦，只是数位版的。我们等一下就要用它来制作我们的开机碟。好，接下来这部分技术含量最高哦，我们要用2个小工具，一个叫 Rufus， 另一个是 DiskGenius。听起来好像很厉害，但别担心，你跟着我一步一步做，其实很简单。OK， 打开 Rufus， 来，第一步，先看清楚你选的 USB 是不是对的，千万不要选到你的硬碟哦。然后去选我们刚刚解压缩出来的那个.ISO 档啊，这里这一步超重要，那个固定词区大小，记得把它拉到最满，这样你之后才有空间装 App。都好了吗？那就勇敢按下执行吧。就像原始资料提到的，在你按下执行之后，很可能就会跳出一个关于安全启动，也就是 Secure Boot 的警告。这就好像是电脑在跟你说，喂，你确定要装这个来路不明的东西吗？这个警告的出现，也让我们前面讲的那些怀疑又多了一点点真实感，对吧？好 ，Rufus 的部分搞定了，换 DiskGenius 上场，打开它，找到你的 USB。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刚刚 Rufus 弄出来的那个固定词区把它删掉。对，你没听错，就是删掉。然后在空出来的地方，我们自己建一个新的。记住哦，档案系统要选 XFAT， 然后名字一定要打 System， 一个字都不能错，因为系统就是要找这个名字。OK， 词区弄好了，接下来就是搬家时间。你先点进 USB 的第一个词区，那个叫 GTV13 的，里面有个档案叫 system.sfs， 这个基本上就是 Google TV 的核心系统档，你把它剪下，然后跑到我们刚刚自己建的那个 system 词区，直接贴上在最外面。还没完哦，还差最后一个档案。回到你电脑上最一开始解压缩的那个资料夹，找一个叫 Storages 的子目录。里面有好几个不同大小的 data 档，我们先用4GB 来试就好。一样解压缩它，你会得到一个 data.img 的档案，这个就是你以后装 App 存资料的地方。把它剪下，然后一样贴上到 USB 的 System 词区跟目录。恭喜你，所有麻烦的准备工作都结束了，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啦。好，
把这支热腾腾做好的 USB 插到你要改造的那台旧电脑上，然后重开机。开机的时候要进去 BIOS 或 UEFI 设定，把开机顺序的第一名改成这支 USB。如果前面都没做错，那你应该就会看到当当，熟悉的 Google TV 开机画面出现了。这就证明这个方法确实是可行的。OK， 我们成功了，感觉很棒。但是先别急着高兴，我们得回到一开始那个最重要的问题。这个方法它确实提供了一个让旧电脑起死回生的有趣选择，但是它的来源不明，安全性是个大问号。所以最后这个问题，我想留给你自己思考。为了这种 DIY 的方便跟乐趣，你愿意冒多大的潜在安全风险呢？这个答案呢，真的只有你自己知道了。